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今天我会直接教大家如何分辨资产与负债，让大家透过简单的观念，慢慢的达到财富自由。今天看完这部影片，你将会完全知道资产与负债的真正定义，以及房子只有在以下哪3种情况才会是你的资产。在这里，相信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的房子就是资产。老实告诉你，绝大部分的人，他的房子其实是银行的资产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跟你的认知有所差异呢？看完这部影片，你将会打通任督二脉。顺带一提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培养财富思维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，并且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大家是不是认为要买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比较有安全感呢？上周我和一位朋友聊天，我们谈到财富自由的计划，但他对于买房子这件事一直觉得很困惑。他认为房子买起来就是自己的资产，怎么会是负债呢？他问。世界知名的畅销书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中，作者提到了一个关于资产负债的原则。如果你今天买了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会让你的钱流进口袋，叫资产；如果你今天买了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会让你的钱流出口袋，叫负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取决于他现金的流动方向。但这位朋友他认为房子付完贷款，至少还是自己的，也还可以再卖出，说不定还能卖更高价，这样应该算是一种资产吧。今天我和大家详细的解释，到底什么是资产，什么是负债。为什么有的人因为买房子而变穷，有的人却因为买房子致富？首先判断一个问题，你的房子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？一般人往往会认为房子、车子是我们的资产，这样想就会落入穷人回圈的陷阱，这样很可能到退休都存不到什么钱。这里我给大家3个观念。第一个观念，资产就是能把钱放入口袋的东西，负债就是把钱从口袋拿走的东西。能把钱放入口袋的东西，譬如说租金收入、股票股利收入、银行利息、你身体的劳力薪资收入等等，这些都是资产。只要持续的增加资产，资产就能帮你创造更多的现金流进来，靠着钱滚钱，你自然会更加富有。听起来很理想，但现实似乎不是这样。原因很简单，大多数人的钱都不是花在资产上，而是花在支出和负债。你平常的生活必须所需、娱乐等费用，这些都是消费性支出，都属于负债。这并不能帮你把钱放入口袋，因此不是资产。有些开支还会让你的钱持续的流出，例如买车、买房，看似拥有了一间房子资产，但他们并不能增加放到口袋的钱。反之，还有房屋税、地价税、房贷、油钱、保养维修费、牌照税等开销，因此属于钱持续流失的负债。富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说过，富人买进资产，穷人只有支出，中产阶级买进他们以为是资产的负债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富人买进并持有资产，创造现金流入，例如持有定存就有利息收入，持有股票就有现金股利收入，买房出租就有租金收入。而穷人只会花费，造成现金流出。中产阶级则是买进并持有自以为资产的负债，例如拿大部分的积蓄去缴头期款，并没有资产可以创造现金流入，然后跟银行贷款买房，事实上那是买进让现金流出的负债，因为每个月要缴房贷。这个地方也点出了一个极为重要，不过多数人都会忽略的观念之一。贷款买房除了要支付利息之外，也同时放弃了用数百万元的头期款去创造增值的机会。有了以上观念，这里我想考考大家，现在房子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呢？如果你今天房子买下去，每个月要缴房贷的，这样是你的资产还是负债？首先，你的钱是流进了银行的口袋，不是流进了你的口袋。你今天跟银行借了1000万，按照30年等额等息，你还要多还银行几百万的利息，尤其现在一直升息的状况，可能要给银行更多利息。所以你认为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呢？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，你的房子是他的资产，这才是真相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那如果我全现金买房呢？如果全现金买房，然后自己住，这个时候你认为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呢？那么告诉你，还是负债。为什么？
要不要缴管理费、税费，要不要缴水电费、天然瓦斯费，所以钱还是流出口袋。这时候有人会说，那我房子有涨价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房子涨了你没有卖就不能叫资产。那什么时候房子才是资产呢？房子只有以下这3种情况，它才是资产。第一，房子涨价，你把它卖了，赚了中间的价差，资本利得，这个样是资产。第二，房子你不自己住，你拿去出租，每个月收租金，且租金大于每个月的房贷，你还有钱流进口袋，这样是资产。第三，今天你需要投资，但资金不够，你拿房子去抵押融资，把融资出来的钱拿去赚更多的钱，这个时候你的房子是资产。除了这3种情况，你的房子通通都是负债。再举个例子，车子是资产还是负债？如果你买车只是单纯炫耀，那就是负债；如果你买车来当 Uber 载客赚钱，那就是资产。第二个观念，这些东西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，跟这些东西本身没有关系，只跟你的使用方式有关。你会使用，全部都是资产；你不会使用，全部都是负债。再举个例子，你认为电脑是资产还是负债？看到电脑，有的人想到的是上班工作赚取收入，有的人想到的是拿来娱乐、看影集、追剧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能用它创造现金流入，它就是资产。第三个观念，某人的负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资产。举个例子，房贷对屋主来说是负债，对银行是资产；汽车对车主来说是负债，对车商和加油站来说是资产；手机对一般人来说是负债，对电信业者来说是资产。所以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。借指的就是资产，贷指的就是负债。为什么一般人会买房子而变得更穷呢？因为普通人用工作收入买进负债，因此越买就越穷。穷人通常是利用工作的收入来缴生活的开支，每个月剩余的钱去买些负债的商品，然后还因为负债会让造成的支出越来越多，造成就算工作收入增加也存不到钱的困境。而富人用收入买进资产，因此越买越有钱。有钱人把存下的钱优先买入资产，让资产创造更多的现金流，增加更多的收入。有了更多的收入，所以有更多剩余的钱，再买入更多的资产，产生更多的现金流，最后就有大量的被动收入，不需要工作而财富自由。那为什么中产阶级薪水很高，却仍然无法财富自由呢？这些高阶经理也许薪水很高，但生活开销也很大。他们通常买进自以为是资产的负债，比如优渥的薪水可能就有不错的房子、新的车子，看似非常美满的生活，实际上是拥有了大量的负债。而为了缴房贷、车贷、小孩教育费和维持家庭生活品质的开销，最后不得不更积极的工作来应付这些高额的支出，造成的结果是，付完这个月的账单后，又紧接着再为了付下个月的账单而陷入工作。如果哪天家里或个人有突发的状况，暂时不能工作的话，那么这些账单就顿时成为巨大的压力。所以能稳定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其实并不多，也因此资产才很有价值。大家应该考量和建立自己的资产模式，要随时更新自己的思维和眼界。这个过程中，如何去平衡资产规模与负债，那就要用现金流的标准来衡量。能带来现金流的房产才是好的房产，看准趋势和认清方向的投资者才是胜利者。这里举个成功的操作案例，你可以在便宜的社区以低价买入，之后将房子出租出去，但要确保租金能负担贷款。当房价涨上来之后，你可以跟银行增贷，增贷出来的钱再去买房。因为最初投资的房产都是高潜力的土地类房产，由于快速增长，且获得银行2次、3次、多次的增贷后，就套现了更多可支配的资金用于再次购房。那么讲到了这里，大家知道人类唯一的资产是什么了吧？就是你的头脑及财富思维方式。为什么今天同样一个项目，有的人创业会亏钱，有的人会赚钱？就是头脑有没有财商的思维。所以投资自己的脑袋最值钱。当你有了财富的思维之后，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变成资产。最后我们整理一下3个观念。第一个，今天你拥有了这个东西，每个月会让你的钱流进口袋，叫资产。今天你拥有了这个东西，
每个月会让你的钱流出口袋，叫负债。第二个观念，任何事情都可以是资产，也可以是负债，是跟你的思维使用方式有关系。第三个观念，某人的负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是资产。那么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个财富自由的计划，就是努力增加自己的资产，减少自己的负债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听完以上这些观念，是不是有颠覆你的认知呢？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，只要今天的影片对您来说有帮助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，我就认为有价值了。那么如果您不想错过任何关于财富思维、达成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，我还是呼吁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并且按赞及分享这部影片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部影片不见不散。